好，欢迎大家哈。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是这个黎明团队中心的联合课程。那今天的主题呢，真的是想了很久，想说怎样对大家最有帮助哈。因为我的本来的专业呢，毕竟还是在护理哈。那很希望呢，透过护理呢，在爱多美这个平台可以提供大家更大的价值哈。那所以呢，后来决定这个主题叫做启动健康关键码。大家现在都非常有健康的概念，那加上呢这2-3年疫情的一个发展呢，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好，那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呢，健康就是一切的根本哈。那但是呢，我们都想要健康，如何去真的启动自己身体的那个健康的关键，是不是很重要？对不对？好，那有启动跟没启动呢，就完全不一样咯。好，就像主动跟被动也不一样，你是主动的看待自己的健康，跟你是消极的被动着等待着别人来在乎你的健康，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那这样大家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吗？我们今天主题呢，要帮助大家启动。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启动我们的关键呢？从很多的产品里面呢，帮大家挑出两个是现在呢，我认为不管你处在任何环境，是天气冷的啦，还是天气热的啦，你是处在一个比较劳累的状况啦，或者你处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你是比较需要保养型的呢，还是需要加强型的，都适用。先让大家看一下哈，还没使用爱多美的保健保养品之前的文雅哈。那文雅呢，就是本身呢我是在那个中国医药大学护理研究所的硕士毕业哈。那从事临床护理工作23年，那我的主要领域呢都在妇产科。那这中间呢，也曾经当过临床医院护士的指导老师，那又后来呢，再去考取专科护理师执照，成为资深的妇产科专科护理师，协助医生在临床手术啦，或者是用药方面的一个协助。那最后呢，我对妇女癌症呢情有独钟，所以呢，就在走到妇女癌症的这个领域。那时候我都开玩笑我跟病人站在一起，大家都分不清楚我是护士还是病人，因为太操工作太劳累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接触爱多美之前呢，文雅呢阿雅呢是长这个样子大家可以叫我文雅，也可以叫我阿雅，这是左边的这一个。好，那在爱多美呢，经过呢2年到3年的一个大量的使用我们的保健保养品之后呢，也希望呢真的把自己的这些亲身使用产品的这些经验，还有为什么我选择爱多美的信心，也可以传递给大家。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为大家选的产品2样，主要呢是扣着解毒跟排毒，因为这个是所有你要启动健康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现在就来啦，大家知道吗？我们身体最大的排毒器官是哪一个？我其实已经放在上面了，对不对？就是肝脏，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但是这个最大的解毒器官呢，它却是怎样？像小媳妇儿一样就是呢默默无声，就算呢受尽了委屈呢，它也闷不吭声。所以当发现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比较严重好，来我们先来自我检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传一些警讯给你你有没有接收到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疲倦、食欲不振的。好，来1到10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些现象。一是会觉得特别疲倦，别人呢可能睡一觉起来呢，又精力充沛了，但是你睡一觉起来呢，却觉得好累好累就睡不饱，好累然后呢，有些人呢到了晚上呢还是精神抖擞，对不对但是呢很多人呢到了傍晚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怎样？屁股就黏在椅子上，最好呢是看个什么网络手机放松追剧，然后就是很不想要再动了。当你身体不想动的时候，其实就代表着一种疲倦感。那再来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身形呢，大家都想要减重，对不对？体重控制，但是呢会觉得是一种比较病态的消瘦感，那通常会合并体力变差，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肝脏过度劳累的警讯。第三个就是黄疸，有没有人会跟你说你皮肤看起来黄黄的？那这种呢通常呢黄疸呢大部分我们看的呢是这个眼白的部分，眼白部分叫做巩膜，就是眼白部分呢如果有比较泛黄，所以大家除了刷牙洗脸看镜子的时候多注意一下自己的眼睛我们的眼白的地方如果呢有偏黄黄的呢，就要特别注意，有时候是肝脏的一个警讯。好，再来呢，尿液的颜色会变得比较深，
深黄色，好，甚至茶色。但是这边呢，我知道很多朋友呢都会补充 B 群哦。如果你有在补充 B 群的时候，颜色本来就会稍微偏黄，不要太紧张。或者呢，你有在吃某些水果食物，尿液出来的颜色就会偏这个哈。前几个礼拜有个人打电话给我，很紧张哈，他说：“哎呀，我结血尿了。”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吗？什么颜色？”他说：“鲜红色。”哦，我就说：“哦，那你。”我就直接问他说：“那你这几天有没有吃火龙果啦，还是猪肝汤啊、猪血汤啊，哈等等？”他就说有他昨天吃火龙果哈。那大家知道吗？火龙果有分红色跟白色，那他吃的是红色，而且还吃蛮多的，所以呢，它颜色呢就变红红的。所以我就说，那你看一下你大便是不是也红的？他说对。所以呢，有时候跟我们食物有关系，但是如果跟食物没关系的时候，颜色呢变成黄色、深黄色，甚至到茶色，这个就要小心。再来呢是肚子，好，肚子除了变胖以外呢，会有水肿。那牙龈很容易出血，其实很多呢肝病的早期呢都是从牙龈出血被发现的，所以呢牙龈出血是一个警讯。再来呢就是皮肤会淤青，这个呢一般人比较少去联想到，对不对？我们的皮肤呢正常呢不太容易说碰撞一下就淤青，或者自发性的淤青，这一种呢比较像是自发性的，就是你没有印象你有碰撞到啊，也没有外伤，可是呢就是会有一些淤青出现，这其实都是跟后面的蜘蛛痣啦、手掌红斑啦这些有关系，因为肝脏也负责我们的血小板的制造啦、凝集、凝血因子都是从肝脏来的，所以呢，它在很早期的症状里面呢，都会是跟凝血有关系。好，这些症状大家看过了。不一定都有，但是呢，这些症状呢，都是一个潜在的在告诉你，这些症状我们通常很容易去忽略它，但是我们又想要健康，对不对？所以呢，这中间的关键就是在于你有没有重视解毒、排毒这件事情。包括现在我刚讲的这个新冠疫情呢，这么的影响大家的生活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更要重视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肝脏解毒。肝脏解毒通常是有2个，因为我刚刚说过，为什么我们锁定肝脏？因为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所以只要肝脏 OK 的，我们的身体的解毒功能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第一个解毒的步骤呢，就是呢会把这些毒的东西，大家知道吗？我们不管呼吸啦、阳光照射啦、皮肤洗的清洁用品啦等等，还有吃的，这些呢都可能有毒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全部都要靠肝脏把这个毒素从高毒素转换成低毒素，所以肝脏有没有很伟大？有，对不对？好了，告诉大家肝脏在哪里。举起你的右手摸一下你的右肋骨下方，这边就是你肝脏的位置，好吗？右肋骨下方，或者胸部的下方，这个肝脏位置。平常是摸不到的哦，如果你摸得到就要去找医生咯。刚刚这样摸应该是摸不到，正常人摸不到肝脏，因为呢肝脏会被我们的肋骨所保护着，所以呢比较不容易受到外在的撞击。那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第二阶段呢，它就会再把这个比较低的毒性呢，再把它转换变成水溶性的，从身体排出去。所以喝水有没有很重要？喝水很重要，好，不然呢，你解出来的毒呢也没办法带走。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阶段在解毒的时候需要 B 群。来，大家看一下上面的食物，每天至少吃到2样以上的全谷类、谷类，像胚芽米啦，这些都是属于谷类，豆类。芦笋、啤酒酵母，好，有些人是单独直接补充啤酒酵母粉，坚果类、牛奶、蛋类，对不对？很多人都有吃到，对不对？这些天然的 B 群的食物呢，其实呢对我们是重要的，因为呢还有深色的蔬菜、绿色的深绿色的蔬菜也有天然的 B 群。好，来请大家记个数字好吗？数字叫做126 B1、B2 还有 B6。我们的解毒里面呢B1、B2、B6 还有泛酸呢，这几个是特别重要。126记下来了哈，还有泛酸，因为呢，它这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脏的细胞呢，在做一个再生修复，所以呢，它可以怎样？促进代谢、造血、保护神经、解毒、提高免疫，还可以预防我们的肝癌、肺癌跟胃癌等等。有没有觉得很重要？所以呢，适当的补充 B 群呢是重要的。好，大家知道吗？现在呢，这个癌症的时钟在调快当中哦。每4分20秒，你看我们今天1堂课1个多小时下来，就有多少个4分20秒了？去年我还在讲这个的时候是4分31秒，现在是4分20秒，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呢，得到肿瘤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人得到肿瘤。好，来大家看一下第4名是什么？
肝癌，对不对？前5名呢都是表示人数很多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中国呢，你看前5名，第5名是什么？肝癌哦，而且这5名就已经囊括了所有新发病例的快60%了，58.7%。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的。那大家知道吗？现在的肝癌治疗，这张图呢，简单让大家有概念。我相信你周围有没有肝癌的朋友？B 型肝炎、C 型肝炎、脂肪肝、肝癌等等。目前呢，就是有肝脏移植、电烧、手术切除、免疫的一个制剂或标靶的治疗。那也有从动脉或者是去打一些栓塞的药物或注射化疗药物。肝癌的治疗还有放射治疗、质子治疗等等，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特别提的是，以前我们的概念今天这个概念很重要，希望大家可以学起来。以前的概念会认为正常的肝脏会变成脂肪肝，或者是肝炎、脂肪性肝炎，或者是 B 肝带源等等，反正都是一些肝炎。之后呢，才会再变成肝硬化，最后呢，细胞病变就变成肝癌。肝脏发炎，然后最后再变成肝癌。其实呢，在肝硬化第4期肝硬化的末期，其实也被认为视同是肝癌了。希望大家这个概念都是以前有的。好，最新的研究这边呢，告诉大家，突然呢有个路径很特别，它就是从脂肪肝呢直接跳过肝硬化，也就是说呢，它不会走慢慢的路，它走快快的路哦，这很值得去注意哦。怎么走法呢？它是直接从脂肪肝变成肝癌。哇，那这样有没有觉得措手不及，很恐怖，对不对？它是直接从脂肪肝变肝癌，但是这也偷偷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很重视什么？脂肪肝，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把正常的肝脏不要让它走向这个关键，大家发现了没？我要启动大家的关键是什么？启动大家的这个健康的关键就是怎样？脂肪肝、脂肪性肝炎，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启动，让它不要从正常的肝脏变成脂肪肝。大家想一想，我们如果能够阻断这个一的这一个路径，是不是它就不会走向2、3，也不会走向红色的路径了？没有人希望呢，已经是到后面这一步了，对不对？变成了肝细胞的病变后呢，才想要逆着走回去，那会怎样？路途遥远，而且辛苦。我相信大家周围的朋友，如果有在接受肝脏相关治疗的，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一路上的辛苦。我们更好的呢，所谓上医治未病，就是呢，真正的预防医学呢是现在很夯的。我们呢怎么样去预防它走向肝癌呢？最好的步骤其实就是在保护、保养、加强保健我们的肝脏，让它不要从正常的肝脏变成脂肪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让我们的肝脏不要变成脂肪肝呢？有听过这个吗？奶蓟草。奶蓟草呢，其实呢，它是被用来做很多保肝片的成分。这个奶蓟草啊，它被广泛的用来当做抗氧化剂。好，那很多伙伴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抗氧化剂啊？听起来好像很难去理解，对不对？其实抗氧化呢，就是抗疲劳、抗老化、抗衰老。好，这样有比较清楚了吗？对，好，因为呢，我们的肝细胞很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伤害。好，所以呢，它被用来广泛的生产这个健康性的、功能性的食品。那它呢是把奶蓟草呢经过萃取、浓缩、纯化出来。好，来大家看一下哦，奶蓟草的数量呢、含量呢，功能性的奶蓟草含量呢，浓度是介在这个320到660毫克。好，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奶蓟草？我相信呢，下面有2个红色的英文，大家看得到吗？看不到，把它放大。对，有看到吗？ GOT 跟 GPT。那 GOT 跟 GPT 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2个小朋友呢，平常呢是住在哪里？你知道吗？住在肝脏妈妈家里。那肝脏的妈妈呢，如果受伤啦、房屋破洞啦，或者是有门被打坏啦，那这个 GOT 跟 GPT 小朋友呢就会跑出去。好，所以呢跑出去哪里？跑到血液里面抽血就会抽到。所以我们一般呢常常用 GOT 跟 GPT 这2个酵素的浓度来侦测肝脏的发炎情况。肝脏发炎指数就是指 GOT、GPT， 或者常听到的肝功能指数也是指 GOT、GPT。好，来大家想一下哦，
阿雅老师要小考试一下咯，看你有没有专心哦。所以呢，如果这个 GOT、GPT 跑出来越多，哇，那代表肝脏妈妈怎样？这个房子是越好还是越不好？GOT、GPT 对，越高就代表肝功能越差，发炎情况越严重。对，哇，大家都好聪明哦，忍不住跟你们拍拍手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靠这个奶蓟草去帮助肝脏妈妈把她的房子修补好。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好，那这边呢，再特别再多送大家一点点专业的小知识、小常识哦。GOT 跟 GPT 两个，其中又以 GPT 是更针对肝脏，因为呢 GOT 呢，它不止在肝脏，其实它在心脏啦，在肌肉啦，所以身体的其他地方发炎的时候，GOT 也会升高。但是 GPT 啊，它几乎就只有在肝脏，所以呢，如果 GPT 升高的时候呢，这个就比较有指标性，代表它肝细胞有受损。来，那我们刚讲到奶蓟草咯，这边阿雅老师帮大家补充一下，奶蓟草有一些实证上的一些研究，那后面呢我会一一的跟大家讲，那大家呢就可以做参考。那后面我会把这些文献呢是从哪边找来的呢，也会 po 上去。好，那大家也都可以上网再做搜寻跟阅。第一个呢，这个奶蓟草啊被发现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血脂。有没有想到刚刚我讲的关键，肝脏的关键是要预防它变什么？3个字，脂肪肝。好，我们要预防脂肪肝，所以呢，这个奶蓟草呢，它可以帮助血脂肪的代谢。经过研究呢，如果能够把这个血脂肪的异常把它控制好，它不只帮助肝脏，它也可以同步帮助心脏病的风险，也可以降低30%。好，那有一篇研究啊是这样子的，好，他就把这个奶蓟草做补充，然后呢，他就去分析很多检验的结果，那发现呢，这个奶蓟草它会降低总胆固醇，还有降低不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叫低密度胆固醇，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三酸甘油脂，又叫做血油，就是血液中的油脂，它可以把它降低哦。它又可以帮助好胆固醇哦，就是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来，大家喜欢坏胆固醇还是好胆固醇？我们都需要好胆固醇，知道吗？鱼油也可以帮助好胆固醇，我们不需要的是坏胆固醇。好，那这个奶蓟草呢，在这一篇研究里面呢，这是2019年的研究，它就是研究这个效益呢对血液中的坏胆固醇的影响，发现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提高好的胆固醇。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哦，奶蓟草还可以帮助一群很特别的人。来，大家想一下，你印象中肝脏不好的人都是因为喜欢喝什么？喝酒，对不对？我告诉你，天大的冤枉！很多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临床上的发现呢，脂肪肝不是来自于爱喝酒的朋友，哇，有没有很惊讶？都是来自于呢非酒精性的，所以才会特地有这个名称出来。就是呢这一群人呢，他本身并没有饮酒或酗酒的习惯，但是他有脂肪血脂的问题。好，你看哦，这一群人占我们的慢性肝病里面的75%， 100个里面就有75个，他根本就不是爱喝酒，他也没有喝酒的习惯，但是他却有脂肪肝。所以呢，真正导致脂肪肝的原因，不要再说你就是爱喝酒才会脂肪肝，不见得，他很可能是因为呢，他肝脏生病了，没办法正常代谢脂肪，所以把脂肪都囤积在肝脏，所以变成脂肪肝。好，所以大量的研究发现，这一种不喝酒的非酒精性引起的脂肪肝呢，其实更容易是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是呢糖尿病、第2型糖尿病等等的危险因子。也就是说呢，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它通常都不是单独只有脂肪肝，它还会合并有心脏血管跟糖尿病等等问题。所以呢，有个研究是这样子的哦，他就把这种针对哪一型的，喝酒的吗？还是没有喝酒的？针对没有喝酒的脂肪肝的病人呢来做研究，那提供他呢这个我刚刚讲的我们的乳剂萃取物，发现呢它会降低它的肝功能指数。好 ，AST、ALT 就是刚刚教大家的 GOT、GPT， 它只是不同的名字，但是是一样的东西。发现呢是有帮助的，那就是这一篇研究大概2017年的时候呢，他发现哇，如果对于这种
不是喝酒所导致的脂肪肝，补充它奶剂的萃取物的话，可以帮助呢它在 GOT、GPT 就是 ALT、AST 肝指数方面呢改善。那还有一群人是怎样？他不是脂肪肝。哎呀，老师呢在这边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好吗？我以前呢在医院的产房，那常常呢就是晚上都会有一些急产或难产的，因为我是在比较大型的医院，等于是北部数一数二的大医院工作。那我又喜欢上夜班，因为我白天呢会去读书，我很喜欢一边工作一边进修，节省时间嘛。那我上大夜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有一个男生，然后我们一看就很惊讶哈，因为那个男生其实就是我们附近的诊所的医生哈，然后他抱着一个产妇刚生产完的，然后由这个医生呢亲自抱着他上来我们的产房急诊。那进来之后呢，就是产后大出血，所以产后大出血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塞大量的止血垫。然后大家知道吗？那个一个止血垫都像一个抹布，大家知道抹布吗？就像一个不是手帕哦，不是薄薄的，是很厚的、很厚的这种布止血布。我印象中塞了至少10片吧。那我就看着那10片止血布沾满了红色的鲜血从我前面这样喷出来，就掉出来这样。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紧急备血，因为要大量的输血嘛。因为生产呢，如果生产顺利就是马有9香，生产不顺利呢就会是棺木嘛。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个时间呢，就是尽量的赶快输血。那输血呢要备血，那时候呢，阿雅呢是护士嘛，好，我就拿着针呢要去抽血，好，要抽血要准备备血。那因为那个时间点是抢秒的，很快，所以呢，抽完血之后要扎到那个试管的时候呢，我那个试管的塞子本身已经是有故障的，然后我没有发现，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一心一意就只想要为病人好，所以呢，就是抽完血赶快扎进去的时候，针就穿过了那个试管的塞头，直接扎到我自己的手，好，所以我就扎伤了。好，那扎伤因为当时在急着抢救，好，所以我也没有太注意自己哈。好，那抢救后来呢，还好，很幸运哈，就紧急手术后呢，这一个产妇呢是活下来了。然后那宝宝呢，之前已经生产的时候呢，宝宝也活下来哈，所以是后来是母子均安哈。那只是说子宫就必须切除哈，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那告一个段落了哈，就是忙完之后，我才回想到自己这个手扎血，对不对？这个事情，好，然后我就赶快去，我也要抽自己的血，好，要做检验。那我本来的体质呢，就是我是一个没有 B 型肝炎抗体的人，我没办法产生抗体。那刚好呢，这个产妇呢，她就是一个 B 型肝炎的带原者。那检查结果，她又刚好有 B 型肝炎、C 型肝炎跟 D 型肝炎。那呢，就是这样呢，我就意外的得到了 B 型肝炎。然后后来呢就追踪，那个时候呢医生呢也是给了我一些保肝的建议，那我自己呢也很注重。那大概在经过了3年的时间，用了一些那时候还没有爱多美，那用了一些呢中草药方面呢关于这个 B 型肝炎的。那我知道其中有一个就是奶剂类的。那后来经过了3年4年左右，我身体状况呢整个都变得比较好，因为那一阵子真的很疲倦。后来呢，身体状况整个体力呢都变好的时候呢，我再去验，我的 B 型肝炎呢已经产生了抗体，所以我一直说是老天爷送我的礼物，因为我打疫苗怎么打我都没办法产生抗体，却意外呢，因为这个产妇呢让我得到了自己产生了抗体，对，所以呢真的是很谢谢她。那这边呢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 B 型肝炎呢，我们常常呢容易轻忽它，但是呢事实上呢B 型肝炎如果你没有去处理它的话呢，它很可能会走向一个慢性肝炎或猛暴性肝炎，甚至呢就是肝癌细胞就会从这里出现。所以呢如果你本身有 B 型肝炎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你的肝脏保养哦希望大家有接收到。那呢这边呢有个研究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就是拿这个奶剂来做抗病毒，因为 B 型肝炎也是一种病毒性的肝炎，来呢看看呢它对于肝脏的这个药物的治疗呢，然后再搭配这个奶剂的时候呢，能不能帮助它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GOT、GPT 的改善。那结果呢发现是可以的，可以帮助的。所以呢大家身边如果真的有这种肝炎型的朋友，可以建议他真的要注重肝脏的保养。还有一个很特别，这边呢比较少看得到的，那因为呢我也是在癌症领域呢陪伴很多病人我一年大概会照顾300个妇女癌症的病人我认为呢真正好的专业是来自于用心。
我们的肿瘤病人呢，常常不管你是不是肝癌都会接受一些放疗、化疗的治疗。那这些呢会让黏膜破损，黏膜破损的时候呢，就是会怎样？讲话吃东西就会很痛，然后甚至呢营养就会不良，人就会因此而凋零。那这边呢，我说比较特别就是呢，我发现呢，这个研究里面呢，他是拿27位头颈癌的患者，那他吃奶剂吃多久呢？他是吃6周，基本上就1个半月左右。那会发现有吃奶剂草，但是他们的剂量是比较高的剂量，会发现它会延缓它的这个化疗导致的这个黏膜受损的严重度。那一篇研究是在这边，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做的一个随机式的研究。这种随机型的研究呢，都比较有参考价值。那也给大家参考，如果我们周围的朋友呢正在接受这个医疗处置呢，我们一定要鼓励他接受正规的治疗。那接受正规的治疗以外，身为朋友身为亲朋好友，我们能做的就是呢，在提供他呢一些很好的调理品、机能性的食品，来帮助他呢更有力气、更有体力、更有这个健康的本钱，好，来一起面对治疗。好，那再来就是 C 型肝炎啦，刚刚我讲对不对？ B 肝、C 肝、D 肝一起来。好，那 C 型肝炎呢，其实也是目前肝癌很常见的原因之一。那大概啦估计C 肝其实比 B 肝更猛，大概有 20%到30%在10年后都会变肝硬化。所以呢，如果周围有朋友是 C 型肝炎呢，真的要注意肝脏的保养。那这一篇的研究呢，他对这个 C 型肝炎呢，他直接吃这个奶剂片呢，没有产生明显的改善，所以这边给大家参考。那这是这篇的研究。那反而呢，对糖尿病，大家清楚吗？糖尿病也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大概预计的到2040年的时候呢，我们全球大概会有6亿哦，哇，很可怕，对，6亿以上的人都有糖尿病。那最主要糖尿病呢，可怕的地方是在于呢，它会造成后续的一些合并症、并发症。那有一个文献呢，它就是把270位的这种第2型糖尿病，把它呢给它吃奶剂的萃取物，结果呢，它是可以降低空腹的血糖，还有呢帮助这个糖化血色素，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的下降。那这个研究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进行的研究，所以呢大家清楚吗？如果我们周围呢有糖尿病的朋友，或者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推荐分享他吃呢奶剂。那这边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男主角是谁？爱多美的哪一项产品？爱多美这个产品很特别，它是把奶剂再加上红景天，它不是单独的只有奶剂，所以它的 CP 值呢非常的高。那刚刚讲的呢是奶剂，那现在我们要讲红景天。那红景天呢，我相信呢有些比较居住在高山的朋友呢都不陌生。它呢其实是一个高海拔的植物，那它呢本身呢会缓解这个压力引起的疲倦。那也有我听过的一些原始的处理方式呢，也会把它拿来处理高山症。这个大家都可以再上去找资料。那我这边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这边找到的一些科学的实证，给大家做参考。红景天呢它可以帮助这个忧郁症，因为大家知道吗现在呢忧郁症的人口呢比例是非常的高加上呢现在疫情的关系啦整个经济的滑落啦忧郁症的比例呢已经是越来越高，而且年龄不断的下降。好，大部分一半以上呢对自己有没有忧郁症他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呢他就会到处去求诊。他可能胸闷睡不好啦，但是他莫名其妙的就会比如说哀伤啦然后一直重复负面的想法思绪一直跑出来，那他同时也会身体的症状出现，但是不会认为是忧郁症。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研究呢它是做了12周就3个月。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健我们的身体呢，真的要至少12周，就3个月的时间，给身体呢做一个机能性的调整。那它对于中度忧郁症的这个评分表分数呢，去看一下前后有没有改善。他发现怎样？虽然这个红景天呢没有像抗忧郁药物这样直接改善，但是呢，它却可以降低副作用。让这个药呢可以相对的呢可以吃的比较少一点。那这样是不是很好，对不对？我们的药物呢如果可以更少，那效果又一样，那是不是我们会替病人感到高兴？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做12周那它是最轻度的，刚刚那个是中度的忧郁症，这个呢是从轻度到中度的忧郁症都有。
那它是把它分开，刚刚那个是辅助，就是呢本身有在吃抗忧郁的药物了，再多增加红景天。那第二个研究呢，它是本身分2个，一个是只有单独使用抗忧郁的药物，那另外一组呢，它是有红景天再加上药物，结果发现哪一组的效果很好，就发现呢是红景天在合并有药物的这一组能够替病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的改善，还有临床症状的改善。那有没有觉得红景天是个好东西，对不对？好，那这2篇的研究呢，我也放在上面。好，尤其第2篇的是2020年才出来的研究，是非常大家可以参考价值的。好，还有呢，刚刚我讲到高山症，对不对？好，其实呢，它目前在研究上面呢是针对心绞痛。那心绞痛呢，它可以呢缓解它这个心绞痛。那心绞痛的症状呢，一般很容易被忽略哈，因为有一种叫做不稳定型，就是呢它什么时候出现呢，你不知道。那大部分反而是在休息的时候才出现的。那这个研究啊，它就是找了1679位这一种不稳定型的心绞痛的病人呢来做研究。他就单独使用西药跟使用这个大珠红景天呢下去做看看心绞痛发生的频率，然后就帮病人装心电图啦等等去检查，就发现怎样？有在用红景天的呢，它可以降低它发生的频率，它心电图呢也会有异常，也会变比较改善。还有呢，重点是怎样？血液里面的这个粘稠度啊，还有呢血栓，还有硒反应蛋白这些东西呢，都会获得改善。所以呢，就认为呢，心绞痛的病人呢，红景天对他是有帮助的。这是2020年的最新的研究，那也分享给大家。那其实呢，红景天都是针对这个身心疲劳啦，疲劳的部分呢，会发现呢，红景天呢对我们的增强体力啦、抗疲劳呢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帮助。那我就觉得爱多美很棒哈，它就是呢直接怎样给大家超值的，把这么棒的奶剂红景天呢都放在我们的红景天奶剂草片里面。好，来，我请大家来看看哦。这里面呢，除了有奶蓟草的提取物以外呢，还有红景天的提取物，还有一个什么？阿雅老师一开始跟大家说有个关键数字126，还记得吗？对，126 B1 B2 跟 B6。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爱多美的这一个呢奶蓟红景天奶蓟草片呢，它的成分里面呢有明显的标示。我们呢一天是吃2片，有1200毫克。这1200毫克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刚潜藏的关键密码那个数字？好 ，B 群多少 ？B1、B2、B6，还有泛酸，它都有，其中它泛酸的含量也蛮高的。好，来奶蓟数有看到吗？130毫克哦，那2颗就是260毫克。那再来呢，这个洛赛维跟大家解释一下洛赛维其实就是红景天的萃取物，就是洛赛维，它是5毫克。那这边呢，它这个比例啊，哇，这是非常非常专业研究过的比例。因为呢，一般红景天呢，它不能太过于高度剂量，太多高度剂量呢，像高血压病人啊，或者一些血管的人呢，可能会承受不起。所以呢，它在这边呢，红景天是当一个类似药引的功能，就是启动呢这个奶剂，所以让2个呢是完美的搭配，如虎添翼，效果呢就会更加的明显。重点是怎样 ？CP 值很高啊，对不对？你不用买3样产品，你就怎样3合1，就是在这个产品里面全部都有了，对不对？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有什么奶蓟草的萃取物，还有红景天萃取物，还有维他命 B 族。那这样一盒里面呢有120颗，还记得一天吃几颗吗？一天是2颗。对，好，来，什么人需要基本上呢，18岁以上的成人就可以使用咯。尤其呢，现在呢，考生的压力都非常的大，那小朋友就不建议，好吗？我们是18岁以上的成人，尤其在准备考试冲刺熬夜的，工作加班很多的，对不对？常常呢，那天我的朋友晚上12点，他跟我说呢，他还在医院工作那是我之前医院护理的朋友一个学姐。他跟我说呢，他要吃维他命 C 好，然后我每次跟他约他都还在医院，还没下班所以真的是很辛苦。好，常常熬夜，作息不规则，对，还有没有人是这个需要频繁的怎样聚餐酒局的人真的要携带随时携带在身上喝酒前、
聚餐前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先把2颗我们的红景天奶蓟草片吃下去，然后再开始喝，好吗？再开始喝。我这边呢有几个9国英雄，9国英雄呢私下都跟我反映呢，真的这个呢先预防就是你不要喝醉了再来解，知道吗？要先吃2颗下去呢，然后再来喝那这很容易怎样？众人皆醉我独醒。好，还有容易感到疲惫的人。好，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其实它也有降血脂，所以呢，你的饮食习惯呢是油腻的或重口味的，甚至呢你常常要吃宵夜的伙伴，真的就要把这个呢，我们的红景天呢奶蓟草片随时备着。好，这是我们的红景天奶蓟草片，它是属于食品，不是药品，所以不能取代药品。刚刚的研究里面，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它跟药品呢不能做取代。好，但是有在服药的人呢，如果呢注重肝脏的保养，就可以再多增加这个食品。好，那如果是孕妇、哺乳妇或儿童呢，就比较不建议使用。这个呢是我们的爱购官网，在全球购呢，大家可以看到哦。如果成为爱多美会员呢，我们就可以用218块的这样的价格呢，那得到我们这个奶蓟红景片，对不对？就可以买回去，好好的保养我们自己。其实呢，还有保养我们怎样最爱的人，对不对？每天为了工作在外面打拼的家人啦、朋友啦，真的好，这个保养是很值得投注的。而且我有告诉大家，对不对？它其实呢不是单纯的，其实我上网我真的为了大家认真做功课，不过我是上淘宝网，就是一直找。我想要找到像这么完美比例，就是把奶蓟跟红景天放在一起的。老实说呢，我还没找到。我刚刚找的通通都是奶蓟。好，那奶蓟的单价就有人民币350元以上的。我指的是高浓度高品质，就要350元以上。像爱多美这样子，奶蓟再加上送你什么红景天，再加上 B 群哦，帮你全部熬合在一起，只卖218人民币的。真的，我刚刚到现在我一找到要来上网的前一刻还在搜寻，真的找不到，真的找不到了。所以呢，真的要鼓励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要吃，大家喜欢吃很多还是喜欢吃综合性的 CP 值高的？一定是综合性 CP 值高嘛，对不对？我们都不喜欢吃太多这种颗颗粒粒的，所以呢，2颗就有红景天，又有奶蓟，还有 B 群。好，下面呢，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女主角出场了。我们的女主角呢，就是这个诺丽果发酵果汁。为什么我为大家精挑细选，选到后来呢，选了这个男女主角？那大家集中精神，我们把诺丽果汁呢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吃诺丽果？因为诺丽果里面有充满着200多种的植物化学素。好，那这边呢，阿雅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下，有没有觉得很矛盾跟冲突啊？植物又化学，对不对？爱多美诺丽果就是这么特别，它把植物呢跟化学，植物是指植物性的，因为诺丽果呢是天然的植物，这个植物里面呢又拥有了很多化学素，那其实也有人说是植化素，就是这么营养丰富。那为什么用化学素呢？其实以我们目前的医学，还有很多营养素我们没办法去检测出来，去命名它，所以我们就把它统称植物化学素。大家学起来了没？所以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要跟他讲诺丽果发酵液里面呢有200多种的植物化学素。好，那这个接下来呢，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在爱多美的爱购网站啊，或者是台湾爱多美官网上都有，就赛洛宁元这几样多酚，这个都是很常见的。来这边呢，让大家看一下，它有单宁卡、熊果酸、血清素，血清素这个都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棒的，尤其在血管的部分。好，除此之外，大家知道为什么它会当选为最佳女主角了吗？因为啊，它不只有维生素，它还有矿物质，钙、镁、铁、磷、钾、钠、钼7种矿物质哦，这算是矿物质含量非常丰富的，很少在一个单一水果里面有这么多矿物质，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好，来再考考大家，有几种氨基酸？氨基酸呢，是我们合成身体蛋白质啦，各个身体机能必须要的。好，氨基酸，对，18种，很棒，把这2个数字记起来。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咯，除了矿物质、氨基酸以外，还有12种维生素哦，维生素 A、B12、C、维他命 E，
还有贝塔的胡萝卜素、叶酸、硫胺素、核黄素、烟酸、泛酸、维生素 B、生物素。哇，有没有觉得非常的丰富？丰富。好，来跟大家郑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女主角多厉害呢？它 PK 我们的奇异果，它的多酚呢含量呢是我们这个奇异果的143倍以上哦，有没有很强？然后番茄的140倍，还有芒果121倍以上。哇，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诺丽果的这个多酚含量是高过这么多倍哦？好，再来呢，多酚含量呢这么高呢，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猕猴桃呢？同等质量的猕猴桃呢 2.55， 但是呢，我们的诺丽果呢是 364.7， 要不要给它一个掌声？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知道有些很棒的蓝莓啦、蔓越莓啦这些，其实呢，不同的食品里面呢，我们诺丽果里面有个叫做环西米碘类化物这个很好的营养物质呢，诺丽果呢是高达19哦。那再跟大家讲一下诺丽果最常讲的还是赛诺宁源。赛诺宁源呢，大家知道菠萝吗？菠萝营养价值非常高，对不对？如果以同等质量单位的我们的诺丽果里面的赛诺宁源呢，含量是以前认为菠萝是最高的，结果呢，诺丽果比它多了40倍以上哇，有没有觉得很棒？更棒的是什么？更棒的是它用喝的不用再用吞的。好，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Noni 呢，它是近年来非常热门的一个保健食物哦。那其实它丰富的营养素，它整个不管从浆果、枝叶到根部都有营养素，而且着重在抗氧化，还记得吗？刚刚我讲的抗氧化就是抗老化、抗衰老，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呢，我们的衰老呢，不要衰老太快。其实我们都说我们要逆龄嘛对，事实上呢，我们的确在爱多美证实的我们是逆龄一族对，好，抗老化、抗氧化、抗发炎所以呢，其实在很多当地的居民他是拿来做药用的，在草本的药方里面就有。好，这边跟大家分享几个有被证实的比较好的一个实证的功效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大家比较少听到，对不对但是很多朋友会问我，糖尿病的病人可不可以喝？那糖尿病呢如果呢在现代啦，它其实呢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引起的，那会导致我们的胰岛素啦分泌不足啦或异常。那有个动物，这个是属于动物性研究，这边跟大家讲一下，这是动物研究。它的诺丽果汁呢，它是改善这个动物就是小老鼠它们的空腹血糖，还有加速伤口的愈合。那这篇研究是2007年的时候，好，它是用老鼠做实验的虽然目前这个是老鼠实验，促进伤口的愈合。那诺丽果呢，它其实呢并不是直接降低血糖，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分享给有糖尿病的朋友，喝诺丽果呢不会让你的血糖呢瞬间的下降所以不用担心低血糖，但是喝的时候可以稀释。那它主要是要改善并发症。好，大家知道吗？糖尿病的并发症比糖尿病还可怕。我上礼拜呢有个会员朋友那我去看他，那他大概50岁的男性，那就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双眼失明然后皮肤瘙痒然后要洗肾所以他同时有神经病变、皮肤的病变，那他的脚的伤口呢一直不好，医生说如果再不好就要截肢。那所以呢我后来也是鼓励他呢就是在吃爱多美的诺丽果发酵液来帮助预防改善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真的会大大的影响生活品质。那主要就是刚刚有提到它有 SOD， 就是过氧化物，这个呢可以帮助自由基的改善。那因为呢有这些很独特的这是诺丽果才有的高浓度的 SOD， 还有微量的元素跟赛诺宁这些分子，它就会让身体的这些自由基呢就可以自动转换。自由基呢没有过度的累积，它的并发症就比较不会产生，因为这3个刚刚我讲那些并发症都跟自由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大家知道糖尿病的病人需要胰岛素，对不对？其实呢胰岛素呢很需要的就是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的辅助，可以让它胰岛素的效果提高了它的效能。那你只要胰岛素的效能提高，血糖就会控制稳定，血糖控制稳定，长期下来就不会有并发症，主要是这样子
所以呢，如果周围有糖尿病的朋友呢，真的可以鼓励他，也可以尝试看看我们的诺丽果发酵益果汁。那因为他们糖尿病的朋友伙伴呢，通常都会很忌口，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果汁类都适合，有些呢糖分过高的呢就要限制。那如果是诺丽果汁的话呢，它其实不只有帮助身体上面的合并症预防，它其实还有一个是忧郁症的情绪呢会让它比较改善，对不对？好，所以最近呢我都给我的家人呢喝诺丽果汁，它真的对我不错，情绪改善很多。好，我妈妈要生气的时候，我也是送我妈妈一瓶诺丽果汁。对，那最近呢我的朋友呢大量的仿效，所以最近有很多家长长辈爸爸妈妈们都收到诺丽果汁了。那他们收到之后呢非常开心，因为呢像我妈妈就不喜欢吃很多颗像药物一样的胶囊啊定剂，所以呢以前我请她吃这个 ABCDE， 她都会自己挑选只吃 A 对，然后都跟我说今天有吃这样子。对，但是呢诺丽果汁呢我去观察，哇，她真的每天都有喝，因为呢不用吞，然后呢喝起来呢又口感又非常好，所以他很喜欢。那他喜欢我就高兴，对不对？因为可以补充到很多的均衡的营养素、矿物质。那最主要呢就是它可以让比较不容易感染好的那个伤口呢可以愈合。好，那第二个呢，它可以预防癌症。好，这边跟大家提一下，癌症的治疗呢还是要医生遵从医药的指示。那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得到癌症的啦，或者是治疗结束前后呢都可以来做这个癌症的一个预防。好，那这个呢它是有做一些实验研究，动物的跟体外的实验，然后来达到一个抗癌。待会让大家看一下，这是2012年的一篇诺丽果汁的一个研究。那这个呢王博士呢他也是针对诺丽果抗癌，他去针对这个癌细胞里面我们的自己的致癌物质，它能够帮我们清除 90% DNA 上面的致癌物质。所以呢他先后发表了3篇期刊，第一个呢是诺丽果的防癌效能，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是防癌不是治疗，是防癌。那还有对抽烟的，你身边呢如果有抽烟的伙伴呢，要阻止他抽烟吗？以前我爸爸也抽烟然后我不喜欢烟味，尤其大家知道吗，我心里都在想，我不抽烟，但是我心里都在想，抽烟的人那个表情就是很舒服，可是呢他吸到的烟味呢跟没抽烟的人吸到二手烟的烟味可能是不一样的，大家同意吗？我一直觉得二手烟比较臭，可事实上二手烟的确也是会造成我们健康严重的威胁的物质。所以如果有抽烟的朋友呢先不用你要他戒烟比较难，但是你要他喝诺丽果汁比较容易。所以这样知道了吗？对于周围有抽烟的朋友，为了他的健康好，不要急着叫他戒烟，因为这样会破坏你们的感情。所以呢先让他喝诺丽果汁，诺丽果发酵液，对，他喝着喝着呢他就会戒烟了。他喝着喝着，因为呢他心情会愉悦，诺丽果会让心情愉悦，心情愉悦呢压力减少，他就不需要靠抽烟。其实很多朋友伙伴他们抽烟是不得已的，因为工作压力啦，或者需要灵感啦，或者是一些场合所需要的，我们可以体谅。所以呢我们就是鼓励喝诺丽果发酵液。还有一篇呢它是针对综合性的诺丽果的研究呢下去做整理，到最后他还出了一本书。那它主要就是呢告诉我们它的研究里面发现呢，这个诺丽果可以让我们受损的 DNA 呢致癌物质呢减少，防止它受损。所以呢它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还记得吗？我说抗氧化剂就是抗老化，对，它可以清除自由基还有这个脂质的过氧化物，它也可以达到消炎止痛。那既然消炎止痛呢，女生最常遇到的就是经痛。那经痛有2种，一种是器官子宫本身就有病变的，那一种是没有病变的，就是初经痛啦，或者是她子宫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都经痛。那这边呢她选的是这种不是器官上有问题的，不是说有子宫肌瘤啦、子宫内膜异位症啦的这一种经痛，她选的是这种原始性的没有病变的经痛。好，它一样3个月还记得吗？我刚刚说了我们的保养呢都是要以3个月，3个月呢是一个细胞重新代谢的一个周期。好，那找100位18岁以上经痛的患者，然后就是吃这个诺丽果，那发现经痛有改善，但是对他的月经的血量呢没有明显的差别。那是这一篇是2013年做的研究报告。好，所以它是很明显是针对经痛，那对经血量是没有改变。
好，来这个大家也很关心，对不对？体重控制，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家里的人呢在做168，大家有听过168吗？就是一种体重控制的方法，很疯狂哦。吃东西呢要集中在8小时，那另外16小时呢不能吃东西，可以喝水、喝黑咖啡。那我的家人呢就执行了这一个，结果呢他的体重呢就是在1-2个月之间呢就是下降了2公斤左右，然后就卡住了。再怎样呢，他加上健身啊、运动啊，他体重都是没办法再下降。那时候他体重是80公斤以上，那他一直想要突破大关80大关，最后呢，竟然就是靠诺丽果发效益。好，因为我刚刚有说啊，我们呢就是最近呢大家都毛起来跟周围的亲朋好友分享爱多美的诺丽果发酵液，那我也送了他1罐，交情不错，免费啊。第2罐呢就要付钱了知道吗那我就送他1罐呢，他就跟我说，那喝到第7天吧，开始每天下降0.5公斤，0.5公斤，而且持续。那他今天跟我说他已经突破低于80公斤以下了，哇，他超开心的，一天下降0.5，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一天下降0.5，哇，真好，对不对？好，就不会卡关就是可以一直下降。当然了，下降到一个健康的体态，身体呢就会自动的调整了。那这个研究呢，一样又是为期12周，就3个月呢，针对22位 BMI 就身体指数大于25，就是属于体重过重的成年人，好，搭配诺丽果，还有饮食控制、运动，明显的让身体的脂肪百分比还有身体指数下降，很有趣有人做这种研究，对不对？好，2011年的时候呢做这样的研究，所以呢，如果你周围的朋友包括我自己也都是有在注意体重控制的话呢，真的要考虑把诺丽果汁放进去，因为呢，在体重控制的过程中呢，最需要的就是补充多种营养素。那诺丽果汁呢，喝了之后呢，就有这个改善的效果。那再来是高血脂，刚刚前面大家有看到，它对血脂呢，其实就是减脂，减掉我们的体脂肪、内在脂肪。减脂这件事情很重要，无关乎你的身形是比较胖的还是比较瘦的。有些身形很瘦的人呢，他也会有高血脂的问题。血脂真的是现在人呢很重要的一个困扰健康的关键因素。那因为血脂高呢，它同时呢也会容易高血压、糖尿病都会产生，所以我认为它是健康里面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够扭转启动这个血脂的转换，那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健康呢更上一层楼。那诺丽果汁呢，酵素液呢，它就可以调节这个胆固醇，还有呢降低三酸甘油酯，还有让我们这些过敏的反应稀反应蛋白呢都可以改善。那这篇研究是2012年的时候呢，它针对血脂用诺丽果下去用的。好，那这个呢是比较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好，其实呢，诺丽果能够改善血脂里面呢，还记得吗？我刚说好好的胆固醇会增加，坏坏的胆固醇会下降，就低密度胆固醇会下降。然后呢，这样呢还可以降我们的三酸甘油酯。这些呢代谢变好了之后呢，像脂肪肝、肝硬化等等，还有头晕、疲倦、手脚冰冷，有没有？现在天气有些人已经开始手脚冰冷了，血液循环很差的。有些人呢很容易就突然心悸的，心脏比较没有力气的，或者接下来呢，其实天气只会越来越冷，而且呢会突然的，现在气候的异常呢冷，有时候都是今天热得要命，明天忽然很冷，这样其实对心血管疾病呢是很不好的，很高的风险。所以呢，这个诺丽果汁真的家家户户每个人都需要拿来做保养，而且它是从2岁、3岁以上就可以喝，一直到年长者没有牙齿了都还可以喝的食品。那这是呢这个美国的营养学博士尼尔所罗门，他是做很多诺丽果临床研究的人，他发现呢大概有100多种疾病呢都可以达到改善率 80%。 那也因为这样呢，美国的医生桌上型手册也把诺丽认为是一个可参考的植物。那这呢坊间有很多书，大家上网也可以查都有一些诺丽果的书，就给大家参考。那除了刚刚讲的以外呢，诺丽果对我们的肠胃啦、肝脏啦、肾脏啦、老年失智啦，或者是发炎型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尿酸、风湿病、皮肤病、增强抵抗力的，现在很多人确诊后都会有一些
后面的长新冠的问题，好，或者现在都在流行一种肠胃型的感冒，大家呢真的家家户户都备着这个诺丽果发酵液呢，它可以消除自由基，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好，那还有止痛。好，来，那诺丽果发酵液呢，大家之前有喝过果汁的吗？那爱多美呢是发酵果汁哦，所以它等级是更高的哦，它不是只有果汁，它是发酵果汁。发酵果汁呢才可以更完整的吸收里面的营养素。好，所以呢它不是只有果汁。好，如果果汁的话呢，我们能够吸收的是很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要喝呢就要喝发酵果汁。那它制造过程，发酵果汁就要发酵，就是用益生菌，爱多美用几种益生菌下去培养呢？7种，好，是7种益生菌。这个13种，我只是让大家看一下爱多美的益生菌里面呢，都是很好的益生菌。它从里面挑6种，再加上另外1种，总共是7种。好，爱多美的诺丽果发酵液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尼的爪哇岛。好，我们的是直接从农场，对，有机的诺丽果，好，直接呢清洗3次以上，去蒂之后，在零下40度C哦。哇，有在种植农产品的朋友伙伴们一定知道，这个温度对于保持果实的新鲜度有绝对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呢，零下40度C 呢，它是快速的冷冻，然后再运到韩国，在全程呢非常严谨的一个制作过程，它有得到有机加工食品的认证。然后呢，这个制作的工厂本身都是通过 FDA 的工厂注册的。好，这是认证的证书哈，其实在我们的网络上都有。好，它里面有加什么？除了诺丽果发酵液以外呢，有加椰子糖，好，这是天然糖，还有加卡曼橘汁，哇，增加它的口感。所以它为什么这么好喝？是因为它怎样加了非常棒的天然的副成分上去哈。那再来呢，就是这个呢比较特别，好，跟大家讲一下，叫做 AONCD 糖浆，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哇，这个糖浆不容易哦，而且还是100%有机的。好，它是一种呢有机发酵的麦芽糊精糖浆，所以你看看，爱多美呢在放这个糖的部分呢，是给大家多么高品质的糖哈。所以呢，这个都是椰子糖跟 AONCD 糖浆呢，都是可以让我们的血糖不会快速升高的。好，所以呢是为什么适合糖尿病的病人可以吃。好，那这在制作的过程呢？哇，这个第一次的发酵是用诺丽果，还有刚刚讲的7种乳酸菌去发酵多少小时？来这边考大家哦，1080小时，对不对？1080小时，好，这样就结束了吗？嘿，没有，还要经过第2次的熟成。以前我腌过东西，我很懒的话，我就是把东西放完，糖放上去，盐放上去，然后就把它盖起来。真正比较厉害的呢，是还要有第2次的，再一层一层的腌制。第2个时间点的熟成，所以我们爱多美的诺丽果发酵果汁不是家里的果汁机榨完3分钟就结束，我们是经过了1440小时的熟成，发酵，然后2次熟成，好，2次熟成才出来的哦。除了刚刚讲的成分以外，就没有再添加其他任何的添加物了。没有加香精，没有加色素，也没有合成香料，更没有防腐剂或者是合成甜味剂。好，所以大家吃起来是非常安心的。这个是证书哈，对，有没有想到就觉得很棒，对不对？好，家里有的来，家里有的就把它拿出来喝好吗？那这是属于食品哈，那所以呢，如果说本身有一些特殊疾病呢，一定要经过就是医嘱医嘱询问。好，诺丽果发酵果汁，我们一般呢是30cc 到50cc 都可以哈，看你自己的需求哈。那这个呢是诺丽果发酵果汁，有看到颜色吗？颜色呢是非常天然熟成的这一种，有没有看到？很有质感，这个如果放在玻璃杯里面，真的是不输那个葡萄酒、红酒的感觉。好，那教大家怎么喝，好吗？第一口呢，先漱口。有没有发现阿瑶老师不惜牺牲形象，还制造音效？我刚在做什么动作？有发现吗？漱口，用诺丽果发酵果汁来漱口，会发现混合了我们口中的唾液淀粉酶呢，会更甘甜、更好喝。
其实呢，更甘甜更好喝是附带的，最主要是因为希望呢，这么好的东西呢，可以先在我们的口腔里面，好帮助我们头颈部这边，我们这边很多是腺体的开口，好，然后有很多菌种，那甚至怎样，很多人会有牙龈的问题。如果只有让它这样滑过去，太可惜了。就是呢，要漱口，好，让它跟我们的口腔的黏膜充分的、均匀的保护我们的黏膜，然后再喝下去。好，来第二口呢，就慢慢的滑落。对，还有舌下的吸收，没错。好，第二口就慢慢的滑落，它会让我们整个呢，肠胃道从食道啦，一直到我们肠胃道黏膜都可以得到抗菌发炎，形成保护力。然后第三口再喝下去。我是喜欢喝原汁，你要稀释也可以。那有人也有喜欢加冰块。那天气冷可以先拿出来，你要的这个分量呢，先拿出来退冰。漱口后喝是更甘甜的哈。那这个呢，我们的爱多美发酵诺丽果果汁饮料呢，只要358元，有没有觉得超划算？1000cc 哦。好，课程呢到这边结束了，送给大家自己呢选你要纳福还是安康，还是要平安，还是要开运。祝福大家呢都有健康美丽的人生，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结束，谢谢，晚安。